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猪油到底健不健康。太多人认为猪油不健康，甚至于有人来跟我说，老师，猪油的脂肪含量很高，不能多吃。这话从何说起啊？所有的油脂脂肪含量都一模一样，猪油每一克9个卡路里，玉米油每一克9个卡路里，大豆油每一克9个卡路里，管你油脂从哪里来的，它们的热量、它们的脂肪含量一模一样，所以猪油并不是脂肪含量比较高的油脂啊。至于猪油健不健康呢？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误会啊。最早的时候是1970几年的时候，美国的生物学家 Ancel Keys 叫大家不要吃饱和脂肪，因为饱和脂肪吃多了以后会引起心血管的疾病。其实老早科学家们就已经证明他说的是错的了，但是呢，全世界的人都已经深深的相信饱和脂肪对心血管不好，对心脏不好，所以大家认为猪油就是饱和脂肪，这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啊。所以油脂健不健康，油脂好不好，你不要管它的来源是什么，你也不要管它的是动物的来源还是植物的来源，你要了解它脂肪酸的结构，这个比较重要。脂肪酸的结构正确，这个油脂的安全度就高；脂肪酸的结构不好，它的安全度就低。什么样的脂肪酸稳定性高，安全度高呢？每个人都会说，橄榄油肯定很好，橄榄油全世界出名的好。橄榄油里面最主要的脂肪酸的结构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我跟各位说啊，猪油里面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百分比啊，占到了40%到50%啊。还有一种脂肪酸的结构呢，稳定性也非常好，就是饱和脂肪酸。这个已经经过科学证明了，饱和脂肪酸是很稳定的油脂，很安全的油脂。而猪油里面呢，饱和脂肪酸的百分比大约是39%到45%，所以你们任何人如果认为说猪油就是饱和脂肪酸，这个说法不太正确。然后稳定性最不好的脂肪酸的结构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而猪油里面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呢，大约占到了10%到15%。其实猪油的脂肪酸的结构相当的漂亮啊。猪油的主要成分是油酸，油酸呢就跟橄榄油一样，油酸可以抗炎、抗炎症，可以保护血管的内皮，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度。所以油酸是很好的油，猪油里面占了接近50%。从传统的油脂来说，其实猪油是一种比较耐高温的油。如果你们要拿猪油去跟精炼植物油做比较的话，不公平。我们说传统的油脂，精炼植物油不是传统的油脂啊。精炼植物油是在1980年代以后才有的东西。1980年代之前，我们没有精炼植物油可以吃的。精炼植物油是在化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的，精炼过的油脂烟点它可以调的，要它烟点调了多少度，它可以调到多少度的。而且大多数的精炼植物油，它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百分比都很高，再加上精炼，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比较不利。那么从传统的油脂来说，传统的油脂就是精炼油脂出现之前，猪油的烟点还是相当高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啊，在精炼植物油出现之前，我们家里面吃的菜籽油都是农村里面压榨的，农村里面压榨的菜籽油烟点只有160度啊，猪油的烟点比农村压榨的菜籽油高了30度到40度啊。所以传统来说，猪油的烟点是比较耐高温的油啊，因为它含有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稳定性高，高温的烹饪也是比较安全的。现代科学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开始支持动物脂肪并不会增加心血管风险了。在2017年的时候，柳叶刀有一个研究，追踪了13万5千人呢，18个国家参与的，发现高脂肪饮食啊，包括了饱和脂肪，跟更低的死亡率是相关的。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死亡率更高啊。在2020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也有相关的研究，总结了这几十年关于饱和脂肪酸的研究，结论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饱和脂肪摄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更何况猪油并不是饱和脂肪，猪油里面的饱和脂肪只有45%到50%。再来，猪油呢，它更接近天然，它没有经过高度加工。精炼植物油通常是经过高温脱胶、脱臭、脱色，还经过溶剂的浸泡，所以精炼植物油它可能会残留一些化学溶剂。还有呢，精炼植物油里面它有比较高比例的 Omega-6， 容易造成慢性炎症。传统自己熬的猪油只需要加热去水，它没有添加剂，它保留了天然的营养结构，所以猪油还是比较天然、比较自然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说到这里的话，我们来看一看三高的人、心血管疾病的人适不适合吃猪油。
对于三高和心血管疾病的病人来说，适量的使用猪油，在整体饮食健康的前提下面是可以接受，而且是有益的。关键是整体代谢环境是不是健康，这个是关键，而不是单一的油脂如何。那猪油因为它脂肪酸的结构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比较不容易变质，所以它是一个有益健康的一种油脂啊。所以猪油并不是坏油，关键是脂肪酸的结构比较重要。使用猪油的建议呢，使用的频率你每天都可以用。当然我们食用油比较聪明的是几种不同的食用油混合的用，所以呢你每一天适用的用猪油，你可以配合一些初榨橄榄油，你可以配合一些牛油果油，或者是你可以配合一些头道茶油混合的用，你可以得到最多的最均衡的来自于油脂的营养啊。所以猪油是可以天天用的。搭配上来讲呢，尽可能的搭配低碳饮食，然后很多的蔬菜，这样呢可以帮助你减少胰岛素抵抗。烹饪的方式呢，猪油可以炒菜，可以煎蛋，可以炒蛋，可以炖菜，用这些油都可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避免反复油炸。如果要用猪油去炸东西的话，用一次用2次 OK， 不要反复的去用同样的油，任何油都一样，反复油炸，反复使用油炸的油是最不健康的。在这样的状态下，大家放心使用猪油，没有什么顾虑的。所以猪油不适合三高人群的观念呢，它是旧时代的，他把胆固醇跟心血管疾病简化的非常过分了，然后得出这种结论来的。真正的危险不是动物的脂肪，是现代饮食当中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加上工业油脂的这种组合。对于执行健康饮食，比方说低碳啊、生酮啊、地中海饮食的人来说，猪油不仅仅无害，反而可能会比植物油更稳定、更安全的。我自己个人呢，家里面做菜用的油最多的是猪油，猪油是我的首选。我有自己炼的猪油，我也有买一些有机猪油回来用。我自己家里面呢，同样的也有初榨橄榄油，家里面也用头道的茶油，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候，我选择不同的油。比方说像我自己做拌生菜用的生菜酱，我是自己做的，我用的就是初榨橄榄油。橄榄油它的特殊的香味比较适合。我家里面很多年没有精炼的植物油了，很多年了。